前2天刚评测完这个好丑啊，没想到这么快这个蚂蚁最好小丑的位置就要易主了。哎，不是，这小丑咋还2个右手呢？难不成早期小丑是个残疾人？点赞收藏，赶紧发车。本期我们着重来看一下最近刚出货的这个蚂蚁黄金时代的小丑，到手之后是非常惊艳到我了。那我感觉是蚂蚁做的最好玩的一个小丑。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包装呢，用了这种复古漫画的风格，上面有很多黄金时代的这样一个漫画截图，你可以看到这个插画非常的鲜艳，也很漂亮，对吧？那侧面也有一个小丑的头像，背面则是常规的产品图片和一些官图的展示。那这个配件呢有一些问题啊，我们之后再聊。那首先呢，最重要的是科普一下黄金年代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黄金时代呢，特指美漫的一个发展周期啊，时间呢大致就是上世纪的30年代到50年代中期。在这个时间段呢，美漫蓬勃发展啊，并且呢创作出了很多至今我们都耳熟能详的英雄，也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啊，开创了美漫如今的这个盛世。如今80余载已过啊，可以看到当初的这些人物呢，还在发挥着他们的商业价值和余温，就可见当时的艺术家这个创作先锋性还是很高的。如果用一句话去表达的话，那基本就可以说是英雄们诞生的这个年代啊。像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超人啊、蝙蝠侠以及小丑这样的角色，都是在黄金时代才陆续出现的。笼统的来说呢，其实就是这个创意天马行空啊、古早漫的这个时代，也算得上是很多经典美漫角色初登场的这么一个时期吧。后面还存在着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以及近现代啊，那我们就在之后的内容里有机会再聊。那么像这种冠以时代名号的产品呢，其实它就没有明确的指出它这个具象的出处啊。总而言之，就是针对于当年的形象进行了一个笼统的创作吧。那么本次这个小丑首先给人的感觉就是它的饱和度很高啊，服装方面是比较经典的这一个大燕尾服的款式。蚂蚁这个略有点大头的这个比例呢，其实正好适合这个古早漫的身材比例啊。但实物到手就发现这个身形其实还是要比官图上好上不少的，而且这个肉眼看呢，身材比例的观感其实要比摄像头还要好上一点啊。你可以看到这个腿其实并不短。服装的剪裁方面呢，也是蚂蚁的一贯水准啊，至少这一次呢是比较工整的，走线啊和版型都比较贴身。面雕方面呢，由于它是以这个时代冠名的，所以其实除了这个时代特征的抓取呢，其实并没有什么还原度上的这种硬性的要求。那么其实即使是黄金时代之内啊，这个小丑的五官特征还是有所变化的。这次给我的感觉呢，更像是黄金时代的中后期这样一个造型啊。那你可以看到高高的颧骨啊，然后额头特别的大，看着很扎人的眉毛，以及在这个眼袋很明显的这个蓝色啊，可以看到蚂蚁对于漫画里整体的这个形象拿捏的是很好啊，不论是整个头的这个造型轮廓，以及皱纹的这个建模，包括这个高耸的颧骨和整个头的形状都没有什么问题，整个的神态表达和这个时代感是很到位的。但唯一我觉得有点遗憾的就是眼袋上这个蓝色涂装，你可以看到它有啊，但是太浅了，没有把这个作为一个特征点给它突出出来。作为古早漫的特征比较夸张啊，那我觉得蚂蚁是很好的抓住了这种夸张感，做出了这个头雕。那本次呢还有额外的替换头啊，首先是这样一颗狂笑脸，我是比较喜欢这一颗脸的。那特征的抓取和建模都没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看到这个头雕的蓝色我感觉更明显一点了，对吧？那这个笑的感觉呢非常的洋溢啊，感觉是那种做了坏事得逞的这个表情，还附属了这么一颗挤眉弄眼的表情。可以看到这个发丝呢跟前2个头雕又有变化，这种夸张的这个大小眼，包括这个眉毛的幅度呢，也是这个古早漫的一种特征啊。3个头雕都有露出牙齿和口腔，你可以看到牙齿的牙龈和这个舌头都有做了很好的分色涂装嘛，并且也没有什么异界之类的。那这次头雕呢，在加热之后，其实你是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个头发取下来，你可以看到在安装上去的时候几乎是无缝的，处理的非常好。取下来之后呢，你就能得到这么一个光坑的造型啊，然后拿出这个礼帽给它戴上，哎，你就获得了这么一个戴礼帽的造型。那3个头雕的3个发型都可以进行替换啊，也可以戴这个礼帽，可以说玩法是相当自由的了。那服装方面呢，走线和版型都很工整啊，但你可以看到颜色还是比较单调的吧。翻开啊，里边依然是这么一个低领马甲的设计，裤子上有做许多的条纹了，那既是给这个单调的造型呢增加一点质感，同时呢也是工艺呈现的不错。可以看到皮鞋和手套都是紫色，手套呢做了一个这样露肉的涂装，并且这个皮质感呈现的还不错，也是增添了一些细节。古早漫在绘画的时候，我感觉它的阴影啊更多的运用的是一种死黑的上色方式，所以说这款小丑这个服装上堆叠的部分呢产生一些阴影啊，还是比较有这个味道的。袜子的零件呢有点接近之前的小丑啊，里边是有这么个袜子，不过就是一个
简单的绿色涂装，这也很正常，你不能指望黄金时代这个古早小丑袜子里还有那么多细节，对吧？况且小丑对蝙蝠侠有人格依赖的这种设定呢，也是后期这个慢慢添加的，所以说早期呢它也不绑定。可以看到好丑用的是这么一个 2.5 次元的风格，那你是喜欢古早小丑还是现在的小丑造型呢？放在一起，这个工艺和质感上差别还是蛮大的，对吧？非常看个人口味了。那其实好丑真的是非常好看的一款产品了，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黄金时代小丑在我手里这个把玩的体验也是相当的不赖了啊！希望以后蚂蚁能更多的尝试推出一些早期这种偏现实的漫画造型吧，毕竟这个古早漫我觉得对蚂蚁来说没什么制作难度吧。本次配件的替换呢，手感来说不是很紧啊，还是比较舒服的。那给安回去之后呢，看一下可动性，头部的可动性呢，上抬下摆都还算比较自由。燕尾服的外套呢，内部植入了这个铁丝啊，在这个边缘你可以去塑形，或者是摆一些比较飘逸的造型。这次的塑体调试的还是蛮舒适的啊，胸腰的可动性呢都不错啊，前抬后仰，不像之前的这个好丑啊，非常的紧，让你都不敢掰。胳膊的平台呢，范围感觉不是太大，但够用，就是不一也不是太敢掰吧。可以看到手臂是终于升级成了双关节啊，跟之前的塑体是完全不同了。之前的小丑塑体基本都是这个单关节的，我有点记不住开膛手是什么样子了，反正是比较危险的。那这次就可以放心把玩了，整体的话会对把玩的提升非常的大。腿部前抬啊，这个裤子呢比较修身啊，不敢使劲掰，但是大概呢就是不到90度的一个范围。那小腿膝盖的部分呢是可以腿贴屁股啊，完全是够用的一个范围了。全身上下的可动性照比之前的蚂蚁小丑相当于是很大的提升了。当然这个可动程度呢只能说是及格偏上啊，并不能说是极其优秀，但对比蚂蚁自家的这个小丑产品已经是好很多了。像是这种嘲笑式的配合头雕的这个放声大笑，以前是做不到的，对吧？那现在蚂蚁的产品呢，手型基本是不会少给你的。刚才也介绍过手型的基本表现，不过你看到了，我这里又是中奖了，2个一模一样的手啊，本来应该是有一个舒张的更大的手指着前方的，现在变成了2个一模一样的这种舒张的右手，非常的难受。而且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在这家店订东西的时候给我顺手了，挺痛苦的。まさかその左腕は右腕ではないだろうな。左腕が右腕？確かに奇妙な質問じゃ。一体どういうことかな？这个问题还远远不只是中奖这么简单啊，咱们之后再聊。本次也有2个特殊制作的手型啊，我个人非常的喜欢。首先就是这个带有欢乐蜂鸣器的这个握手电击特效的这么一个手型，那这个手型肯定是为小丑单独制作的。还有一个这样握住扑克牌的手型啊，跟常规的这种用手指夹住不一样啊，它是一个藏在手心里的这么一个感觉。你既可以拿它做一个展示，也可以做小丑跟蝙蝠侠搏斗的时候手里藏牌准备扔出去的这么一个动作啊。这2个手型都非常的用心，而且我个人是真的非常喜欢漫画里小丑用来阴人的这些个小玩意儿啊，这种黑色幽默不经意间可能就会造成生命危险啊，还是挺有角色的特点的。这个配件我就更喜欢了，是一个硫酸喷出来的这么一个假警徽，你可以通过这个别扣呢，直接别到这个衣服的旁边啊，去还原小丑带着这个警徽的时候，硫酸直接从里边喷出来的这个场景。可以说这些小道具，我个人认为简直就是每个漫画小丑的标配了啊。附属的厂商其实很少啊，但对于这个漫画小丑的这个特效件，其实泛用性是非常高的，就这个硫酸。就还有这么一个小丑腰带啊，其实是模拟了这个经典蝙蝠腰带的这个样式。你可以看到前面的搭扣是个小丑的头，开模的制作还是比较细节的，涂装也没有什么问题。给了这么多小丑定制化的配件啊，其实难能可贵啊，不过还是存在一定的考据问题。其实就小丑整人的这些道具呢，大部分都是从白银时代才开始发展的，那也就是黄金时代之后的这么一个时代。这个时候政府对于漫画的这个干涉力度变大了，所以整体呢变得比较和谐了一点。编剧们不得已啊，为了添加乐趣才让小丑增加了这么多的道具啊。实际上在黄金时期呢，小丑主要还是以这么一个犯罪大师的形象来出现啊，用的更多就是枪刀以及这个笑气这几样东西。蚂蚁这边不知道是因为禁枪令的缘故还是考据错误啊，反正当时呢给的这个配件一大堆，一看全部都是来自于白银时代的这些配件啊，就让人非常的迷惑。总之这些物品绝对不是黄金时代小丑的时代特征吧，即使出现呢也是在黄金时代的末期啊。所以非常遗憾，本品没有附属一些直接点的小刀或者手枪之类的东西，甚至连握枪手都没给你啊，更别何况我这个中奖还2个右手啊。整体让产品看起来就更像是白银时代初期的小丑，而不是黄金时代的小丑。
腰带取下扣之后呢，可以打开啊，然后穿脱在小丑的这个马甲外面，有这么一个整蛊性质的延伸的这个腰带扣的配件，你可以给它安上去，整体看起来这个效果嘛，把这个整蛊性质拉满了，整体看起来是非常恶趣味的这么一个整蛊的道具。但还是那句话啊，这些东西呢都应该属于白银时代。本次唯一贴点黄金时代的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么一个报纸啊。那这个报纸是做的最精致的一个配件了。它是一个印刷的非常清晰的，而且很多页纸它跟真实的报纸是完全一样的，每一页都有不同的印刷新闻啊，其实内容都是不同的。如果感兴趣，你可以自己买回来看一看吧，反正这个字儿也是特别的小啊。地台是蚂蚁标志性的圆形地台，这次的印刷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漫画 The Joker 的一个紫字儿配一个绿底，我觉得是特别的好看啊。那翻到背面呢还是一样，你可以把这个孔取下来换成那个大型的支架。总的来说是很得古早漫神髓的这么一款玩具啊，而且配件的这个互动程度呢也比较高，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不过很可惜呢，有一些配件它并不来自于这个黄金年代啊。不过作为中国的这个玩家呢，我估计很多人根本就不在乎啊，有这么多定制的配件呢，其实就提升了玩具的可玩性，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东西价格也不便宜了啊，蚂蚁这手型给我装错了，我还是挺恶心的。OK，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喜欢我的内容就请点赞、收藏、加关注，你的支持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也可以加入我们聊天群，我们一起聊玩具、理解热爱、分享快乐。我是鲨鱼，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